新架一路退步压轴，接上式倒卷拱，小肚顺产，两手领力圆螺旋相合，捧于身体右侧，左手合于中线，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当走后弧，左手逆缠，右手顺缠，身法左转，左螺旋。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右逆左顺，右螺旋。两手与身前中线相合，当走下弧，手弯下沉，重心左移，对拉打开。小肚立圆螺旋双正脚，扣肩压肘，合手发力。好，右手顺势下按，左手合掌立于胸前，逆缠领右手，收右脚脚尖，右手由掌变爪，对拉顿步推掌发力。好，下式重心左腿当走后弧，重心右移，4-6重心，身法右转，领右手摆掌，左手立掌合于身前中线，身法回正，螺旋对拉按掌相合。好，对象正常速度，力圆领手相合，左捧掌，右捧掌，对拉下弧，发力，放松下沉。好，收势。好，同学们，退步压肘呢，它是咱们新架当中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动作，它是在之前的这个套路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呢，我们得需要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和发力的方法以及发力的标准动作给大家去强调一下。首先，第一，完倒卷红之后，右手推捧掌和左手的下按掌，我们摆好立圆造型之后，注意看，这个左手找右手呢，不是咱们老架里面的松右胯领手相合，而是做了一个小肚的顺缠立圆啊，由左向上向右，通过咱们的肚子的螺旋，让两手产生相合。所以这个时候两手会出现一个，右手也是领腕走顺缠螺旋，然后左手是一个走顺缠螺旋，同时随右胯的螺旋相合，慢慢的向上接咱们的左手。在这个动作里面，右手的螺旋，咱们看左手是不是离右手这两个距离不相同啊？对吧？左手离小肚近，右手离小肚远。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左手找右手的速度和频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一样，两个手分开跟大家说啊，左手它随小肚的顺缠走的是一个，先变顺缠领手腕，再做逆缠螺旋外捧相合的动作。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什么时候走顺缠？当小肚向左螺旋，准备向上领力圆的时候，开始走顺缠。当小肚领上来，从力圆向右产生螺旋相合的时候，让左手转顺缠上捧掌，合于身前中线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一个身法节奏。那再看右手，右手是一个随着小肚的力圆再向左的时候，右肩放松下沉；由左向右的时候，右手往左；由上向右的时候，然后右手慢慢领上来，由右下沉，慢慢向右放松外捧。它是一个这样的顺序。那由于两手的距离远近的关系，你看这两手的速度它不太一样，看到了没有？它是一个左手微微快于右手的身法，但是到最后，它的两手又会形成同时向外的螺旋相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需要做好两个手的顺序和两个手的这个频率就行，不要去刻意的我非要这两手一块画个大力圆产生相合，不用，右手就在身体的右侧前方，左手在小肚，随身体的带动引，放松相合，顺势外捧。当我们做好捧掌以后，注意看同学们，那后边这就跟老架是相同的了
当走后弧的练习。两手相合到位之后，你看松右胯，咱们为了做出这种以身带手的感觉，你看移重心，以身带手，左右螺旋的动作。这个地方为啥要强调？因为有很多同学在做这个身法的时候，他是这样，左捧掌，右捧掌，他用的不是后弧，他用的是拧膝盖的直接螺旋的动作。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教大家技巧。捧上来之后，你看松右胯以后，当走后弧，先进的是哪？一定是肩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两手它不会直接向左去走捧掌，而是随着身法重心的移动，两手呢会微微的再向右稍微做一个小摆掌，重心来到左腿以后，在松左胯的时候，便是右手顺缠，左手逆缠，向左螺旋外捧。那松完左胯以后，向右也是同理。当走后弧向右走，他手不会先摆过去，他反而还会微微再向左外捧一些。当重心到位了，右胯一松，顺势转右手逆缠，左手顺缠。所以整个螺旋下来，你想做好以身领手，重要点是哪？你走重心的过程里，不要直接带上手臂的左右螺旋和捧掌，是不是？咱要遵循大螺旋和小螺旋的区别。大螺旋，你看后弧到位，肩膀进来了，松胯还手进来了，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边也是一样，先松胯，肩先进来，再合胯，手再进来。所以有这种依次的贯穿递进感。节节贯穿就从我们的手上一个简单的松右胯，左平捋，松左胯，右平捋，这个感觉大家只要练顺了就好看多了。千万不能做成左捧右捧唰相合，看着好像很帅，是不是？但实际上身体上的这种节节贯穿的柔顺感一点都没有了，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你看，如果把这样的动作做顺了，也非常漂亮。看到了吧？这样的身法一样非常漂亮，但节节贯穿的味道是不是要比这种螺旋相合的感觉好很多，对吧？所以一节一节把身体学会拉长，做成这种标准的状态是最好的。那同样，两手的高度在哪呢？其实高度就是与肩齐高，只是为啥像老师们看着好像是低了又高了，高了又低了，它并没有手去变换它的高低位置，而是因为咱有顺逆缠。顺逆缠的过程当中，手腕会螺旋，会给人一个感觉，手腕向下手会变低，手腕向上手会变高，它给人的一个视觉感觉好像手在高低变化，在画力远。没有，其实手腕就是在缠绕就在做缠丝。手腕它在缠绕的过程当中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手变高低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不用考虑太多。但是下式我们需要好好说了。你看，咱们换个角度，当我们两手产生相合之后，注意右胯是随着当走后弧，重心到右腿为结束，继续向下松沉的时候，老师们很多人还是在认为右胯要继续向右相合，那身体它不就形成了一个过度的向右拧转？就好多老师说，老师我这儿也要当走后弧，不对这个地方来细节动作，合到右腿之后，右胯产生上下折叠。通过身体的上下折叠，两手放松，自然下沉，落下来。落下来以后，不要再去走后弧，走什么？走当走下弧，就是同学们经常喜欢说的锅底弧或者什么弧线。合到这儿以后，当走下弧，随着重心的左移，重心来到左腿，弧线由下向上，带动左肩和右手，形成一个对拉打开。为什么要走下弧？它跟后边的动作是衔接在一起的。你看，如果我们走后弧，后弧它是一个这样的身法，摇起来很好看，但是摇起来之后，你到最后的扣肩压轴只剩什么了？左右螺旋的力。但是我们在学习退步压轴的压这个字怎么说？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动作，所以它的力主要是哪里？从上往下去合。那这里呢，动作就节奏点就出来了。它走下弧以后，你的小度会走什么？由后向前，顺缠力圆，产生一个向下向内的相合。那我们看身法，你看拉开之后，右手合于右膝，左手合于左侧胯间，小度从左向右走，力圆向下相合，对拉。你的这个肚子是不是能合上这个劲儿，对吧？所以有肚子的螺旋，那我们想想，你光有当胯，棒，给你左右螺旋合正了。
你确实也是退步压轴的一种练法，因为有老师这样一拉开啊，嘣，合成正向。但是老师你想，你左右螺旋，你的压的这个压轴劲儿是不是就变成了螺旋的合轴劲儿，对吧？所以我们要想压好，你的身体两脚呢对拉打开，它有一种合劲儿，但这个合是通过小度这样去转，这样去转的一个力，而不是完全的左右平行螺旋，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小度的力源走出来。随着力源的变化，你看力源由后向前，先带动肩走上，然后向下合的时候，由上向下螺旋就合右胯，肩胯对角相合，去找这个感觉。那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这个左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变？有的老师啊是掌合到这儿走逆缠，有的老师是走这个拳走逆缠。这个地方不管我们是掌是拳都可以，只要你走这个劲儿走得顺。因为扣肩压轴主要的力从哪出来？从这儿出来，所以你的肩关节只要能产生逆缠，逆缠向内的相合，这个是主要的作用。它不会说让你完完全全靠什么？靠手上，你手用再大劲儿，你肘关节跟它有关系吗？没有，手放松，肘肩顶出来就可以了。那左手的简单点就到这儿，你小度的力源螺旋一定要和肘关节合到一起，合到哪？肘肩合于自己的中线位置，合于自己的中线位置。那我们想想，肘既然有一个小度的从下向上、从上向右的螺旋，那么我们身法是不是有一个微向右转啊？重点就出来了。我们如果用当走后弧，是不是完全的朝右相合了，完全右转了？但是如果你力源，你是微向右转，螺旋下沉相合，这是个重点。那有了向右的相合呢，老师们想想，抡臂拍打。左右拍掌的时候，身体的一个带动，右手身体右转迅速带动的时候，右手不会直接往外，它会形成一个向里的鞭打。你看拉开以后，看到没有？右手会产生一个向内合掌的合劲儿，它是一个这样的合劲儿。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右手不会直接随着身体的右转甩出去，因为咱说啥？那右手它是松沉的呀，松柔的。拉开之后，随身法的右转，它会向里产生合劲儿，而不是向外直接抽巴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不要把这个身体右转都理解成向外摆掌的动作，这样很容易，就把这个胳膊练僵硬了。这是退步压轴的第一个发力，我们需要掌握3个点：第一，小度由左向右的螺旋相合，肩膀的逆缠螺旋，手放松相合，右手随着合掌的时候，身法向右转，向内相合。这是上半节前半段的内容，先把这个发力好好学好，一个一个发力来。